东兴之战，司马昭还是欠缺统帅经验。诸葛恪下令吴军用密集的弓箭，都猛烈的射击，曹军死伤惨重，只好向后撤退。司马昭自己都差一点被俘虏，这对司马家来讲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后来回到朝中之后，特别去问王仪，这样的败北到底谁该负责任？王仪就说实话，德在元帅，司马昭就很生气，竟然就把王仪给杀掉了。合肥新城之战254年的姜维出陇西，司马昭当时担任征西将军，在西线获得一次小小的胜利。他的哥哥把他之前削去的爵位京城乡侯封回来，从此之后司马昭的重要性又重新恢复。淮南二叛，司马师领兵亲征，也在这一战身受重伤而死。曹髦当时的命令是叫他到前线去把大军带回去，他二话不说，带着他的部队立刻就回到了洛阳，控制洛阳的朝廷，把整个局面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之下。我们可以说，这等于是宣告司马昭时代的正式来临，也宣告曹魏政权倒数计时。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历史讲堂大人诗人系列哦。这阵子我们都在聊晋朝是怎么开国的从司马懿、司马师，这一次轮到了司马昭，三代四人的故事依然在延续哦。从历史纵观来看呢，也很少有家族呢开国要花上这么大的力气，为什么呢？好，我们可以检视啊，其实事实上啊，司马家的权势呢顶天，甚至掌控整个朝政，在司马懿、司马师时期都是非常短暂的啊，加起来还不到10年哦。然而呢，接下来司马昭即将来登场了，作为呢爸爸哥哥的延续者，他是为什么会轮到他呢？另外呢，他整整掌政了10年，为什么不自己上位呢？那一句千古臭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司马昭这么想当，他是怎么样来承继这个位置？也许这是一场意外，也许小昭昭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宛如参天巨木的爸爸跟哥哥接连倒下之后，他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顶住司马家的天下。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小昭昭变成臭名的大昭昭是怎么样成长而来的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当然来找历史最熟悉的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是学长，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司马昭怎么一朝一夕成长成大昭昭的故事啊。其实之前我们聊司马懿、司马师的时候，都有提到司马昭啊，但整体来讲，司马昭的存在感不是很高啊。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让司马懿家族啊，可以在司马师这样子怦然倒下？详情请看上讲啊。司马昭呢，竟然可以在毫无预警之下呢，接上了这个位置。他根本本来也不是主力继承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让司马家有办法？人家说啊，双保险制度啊，是怎么样产生的？好，刚刚学弟讲的很有意思哈。司马家最后的获得胜利，其实它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它象征从两汉以来的氏族政治，终于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因为司马家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氏族。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司马懿跟司马师啊，司马懿可以说是机关算尽，对不对？司马师可以说是阴狠无比啊。不过呢，司马懿是忍了一辈子啊，历经艰难凶险。司马师啊，竟然在领军作战、行淮南叛变的时候，眼球掉出，当场就惨死了啊。等于是司马家老爸跟嫡长子都死掉了。可是呢，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到司马家的继续的接班布局呢？完全不会。为什么？就司马家有所谓的双保险，这个可以说是司马懿老谋深算的另外一面啊。不过各位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哦，如果司马家真的有所谓的双保险，就是他同时栽培2个嫡子啊，司马师跟司马昭来作为未来接班的话，那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司马家内部的动乱？其实这个例子非常多嘛，对不对？比如袁绍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不对？刘表双子争利。另外，我们前面讲到了孙权家族也是一样，一群姓孙的杀得你死我活。曹家不用讲啦，欺负陈思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些家族都有2个人、3个人其实还有别的家族他们的子孙因为在权力的让渡上面不愿意退步妥协了结果就造成了骨肉相残。那我们就要问，司马懿有什么信心他2个儿子不会骨肉相残，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而长期以来被许多的学者所忽略。其实我们如果把司马家的崛起摊开来一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件事至少从司马懿这一代开始司马家就可以说是4个字，叫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可以这样讲。很有名的司马八达嘛，对不对？司马八达当中几乎都在朝廷里面为官，甚至有的地位相当高其实早期司马懿地位没有那么高，反而是他的大哥司马朗，司马朗这个时候是司马家族的大宗长，对不对？他大司马懿9岁啊，他们中间没有其他男性的兄弟，因为他大哥司马朗171年生嘛，那司马懿是179年
生，司马孚是180年生哦，所以前面3位兄长很可能比后面其他从老三到老幺这8打剩下的5打大得多。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当司马懿的力量逐渐强大，在朝中越来越重要，他其他的司马家兄弟不但没有嫉妒他，也没有跟他争夺权力，相反还帮助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司马孚嘛，对，司马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哈。另外还有大哥司马朗，司马朗是一代名士哦，在《后汉书》、在《晋书》都有提到，当时他在民间跟朝廷的声望非常高哈。而且还有一点啊，是不是演戏哈，我们也很难说，对不对？不过看起来像演戏。司马家在这个时候都以忠诚的面貌出现，他的大哥司马朗在当曹操跟曹丕的权势不断的壮大的时候，司马朗他多次在朝中公开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反对曹魏或任何人篡夺汉朝的江山啊。我们知道汉朝在当时世人心目中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啦，各位我们大家都忽略了，司马朗当时是以大汉忠臣自居啊，而且一直守卫到他去世为止。他去世后没有多久，基本上曹丕就篡夺了嘛，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司马孚。司马孚其实文韬武略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的角色啊，尤其是司马孚到了后期，可以说跟司马懿两相搭配，相得益彰啊。司马孚大部分的时间在朝中嘛，那司马懿就领兵在各地作战啊，尤其是对付诸葛亮在陕西这边，或者是北伐辽东的公孙家，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主要在朝中坐镇守护司马家权力的主要就是司马孚。但是各位不要小看司马孚，司马孚的演技不输给司马朗哦。司马孚也以大魏忠臣自居，各位知道吗？也就是说司马家我们可以说有人居其名，有人居其实，对不对？居其名者维护他们家的声誉啊，居其实者就是掌握军政大权，对不对？不论是屯田也好，练兵也好，或是其他的活动都一样哈。所以司马家这个时候真的就是4个字：精诚团结啊，可以说合作无间啊。这个在整个东汉到三国时期啊，甚至我们看整个两汉都很少见。司马家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也是他们家最后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司马懿开始培养这2个孩子的时候，一般史家是认为说，应该就是基于他们司马家的家风，他有把握未来在他100年之后，这2个小孩还是会继续合作下去啊。对，我们大家都只记得司马家的8王之乱，对不对？一群马互相踢、互相咬，其实我们都忘记司马家早期是非常团结的所以小昭昭司马昭一开始的时候，在军事跟政治才能上，其实没有他的哥哥司马师那么样的突出啦。但是他也是在一连串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磨练当中，而且中间也有很严重的挫败，但是司马昭的进步也是我们看得到的。后来他就逐渐在战场上开始磨练，我们甚至可以说到了后来他就有点像他的叔叔司马孚一样，主要在朝中秉政。那司马昭当时司马懿的安排就尽量让他有带兵打仗磨练的机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守大本营，另外一个带兵出去作战，这是司马家很厉害的一点。基本上的布局都是这样的，而且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是事实上司马师跟司马昭这对兄弟第一个年龄非常相近那第二个都是由正妻张春华，也就是后来被追封为宣穆皇后等于说是晋朝的皇后的嫡统从这边开始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双保险或者是多保险在司马家族里面或者是他们的家风就是兄弟之间的长兄，他要带领不管是他们的堂兄弟同辈的要来承继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利益。但是司马昭呢，小昭昭时期，司马昭其实并没有过得很如意对比他哥哥心狠手辣看起来呢，这是天生王者的这个差异司马昭看起来没有遗传到他爸，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从司马昭的从政经历来观察一下司马昭这个人到底是如何养成的。首先呢，在240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司马昭开始参与比较多的政治军事的工作呢，是从他担任典农中郎将开始他负责的是屯田工作那我们也知道司马懿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曹魏的中期之后呢，他开始在出征外方嘛，他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来厚实曹魏的实力，就是进行大量的屯田工作。而这个屯田工作呢，很有特色的是，他开始让司马昭来负责，所以掌领了军政那司马师反而更多时候是在朝中担任官员，或者是出谋划策的角色那有一个很有趣的因为大家知道曹爽在任的10年期间其实司马家族是备受压抑的不过曹睿的指定的3个辅政大臣，就曹爽、夏侯玄
选跟司马懿嘛。那夏侯玄跟曹爽毕竟是亲家嘛，他们就结盟在一起排挤司马懿。其实司马家也是夏侯玄的亲家，所以当夏侯玄呢去作战呢，有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新市之战，这一仗是非常大的战役各位，这是曹魏后期啊，在灭蜀之前呢，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南征哦。那这一场南征呢，以曹魏惨败告终。但是呢，有一点意思的是，司马昭当时也在郑州啊，担任夏侯玄的副将啊。学长，这一场战争呢，司马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其实就是在司马家跟夏侯玄还有曹爽还没真正撕破脸的时候，一般史家是认为说曹爽会答应带着司马昭来打这场战役哈。一方面是要让司马懿不怀疑他了，就你儿子我也带着去了嘛，对不对？二方面也等于是把一个人质带在身边啊。如果你司马懿敢在洛阳有所举动，你二儿子在我这里，你自己看着办啊，可以这样讲。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有充满算计的布局哈。前面有讲过嘛，曹爽这一次的南征就是打蜀汉，其实规模非常大哦，各位。根据我们看到的史料的记载，大概有20多万的部队哈。我认为大概把整个关中地区的部队应该是全部都压上去。以规模来看，这个可以说是一次灭国性的战役哈。而且这时候在诸葛亮死了之后，诸葛亮培养了2个人来接替主持蜀汉的军政嘛，就是蒋琬、费祎，对不对？你在军事上，诸葛亮晚年就开始训练姜维嘛。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接班布局，所以到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双方都已经到了整个权力布局开始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也可以说双方的接班人之战啊，在我看啊，所以这一次曹魏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嘛。各位，司马昭这时候还很稚嫩嘛，是不是？虽然他之前也有跟他父亲参加过一些作战，但是基本上就在他父亲身边嘛，所以有什么事情他父亲就指导他，或者是他父亲帮他顶着。可这一次就不一样，这一次他等于是跟2个隐然的对手夏侯玄和曹爽共事哦，所以这对司马昭来讲也是很大的一次挑战哦。我们知道曹爽基本上根本就不会打仗了，那夏侯玄是一个名士嘛，以经学玄学传家的啊。我们这样看这个阵容的话，反而是司马昭还比他们2个强一点。司马昭至少还跟他爸爸打过仗哦，还有作战的经验，所以还比较知兵哈。另外，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件事，就是曹魏这一次很轻视费祎，这一次蜀汉也是举全国之兵哦，将近20万大军啊，可以说开到汉中前线，秦岭、汉中这一带来跟曹魏作战啊。最有名的就是当时蒋琬坐镇在裴陵嘛，整个国家的可以说前线司令部一样啊。所以你看蜀汉的2位辅政大臣都上了，各位，你就可以知道这有多紧张啊。然后蒋琬等于是担任战区统帅哈，他等于带着蜀汉的主力哈。那费祎麾下其实是有很多部队的哈，而且有些老将，最有名的我们前面在讲到就是王平嘛。当时费祎的战略其实是成功的，也是正确的。这一次费祎他坚守在各个山口来阻挡曹魏的部队向四川的方面进攻啊。结果呢，这个战役在244年的夏天正式开打哈。当时蜀汉的一员大将王平趁着曹魏的部队在新市这个地方扎营的时候，就对曹魏的大营发动猛烈的偷袭啊，结果曹魏一时之间部队就大乱哈，而且状况非常不好，曹爽非常紧张啊，碰到状况曹爽也处置不了哈。那夏侯玄只会高谈阔论嘛，反而是司马昭非常的镇定。司马昭当时坚决他所直属的部队按兵不动，保持警戒。其实他在王平发动攻击之前，他就已经劝过夏侯玄，他认为说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蜀汉的部队已经占据所有重要的关口了，其实应该要赶快撤退。可是曹爽跟夏侯玄很想捞一票回来，对不对？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这2个人知道自己没有战功嘛，对不对？最起码要打一场胜仗，让他们在朝中的声望至少拉到跟司马懿差不多啊。结果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等到王平扎了一阵之后啊，我们看这个史料来讲，可能王平手上的部队也不多，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讲带着突袭队一样啊，想一举把敌军的统帅斩首掉，但是好像也没有成功哈。王平没有达到他的作战目的，他就想要撤退。这时候司马昭叫原先受他的命令按兵不动的部队，反而向王平发动反击哈。这个就是历史上我们称的新市战役哈。司马昭这一次非常的镇定啊，就果然在新市这个地方击退了蜀汉的部队啊，最少没有大败嘛。不过曹魏这一次损失还是很大哈，在历史上称他大概也损失好几万人啊。不过至少主力还在嘛，对不对？只是没有达到作战目的就向后撤退。各位，这个大概是整个蜀汉跟曹魏的战争到了中后期之后非常重大的一次战役而且过去一直以来都被史家忽略了，对不对？因为所有我们喜欢的或我们熟悉的三国人物都不在啊，对不对？其实这一战蛮重要的这一战如果费祎被击败的话，那可能蜀汉就灭国了。
而且各位想想看，如果费祎被击败，蜀汉灭国，那曹爽灭了蜀汉，哇，那后来可能整个历史都改写了。不过这场战役可以算以蜀汉的防御战胜利局面作收。好，我想这里做几个补充哦。首先，新市之战，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司马昭虽然他可能才能上还不如父兄，但是他那个镇定哦，果然是司马家族嫡传，他很镇定的。如果没有司马昭的镇定哦，搞不好连曹爽、夏侯玄都跑不回来。其实一般的看法是他可能已经预判到可能要输了，对，所以他有在做准备，才导致最后他的部队还能够很完整的撤退。事实上，司马懿在朝中也写信劝曹爽不要死磕，该撤退要撤退。但这场回去之后呢，比不过曹爽权势顶天了哈。结果明明犯错的是夏侯玄、曹爽，但是呢被贬官了却是司马昭哈。司马昭因此被贬为议郎啊哈，被降了一级啊。所以对司马昭来讲啊，他依然在政治军事才能上面呢哈，还要继续的来磨练。其实这一年24年的新市之战，司马昭也33岁了，以当时古人来讲，算是不小年纪，很成熟的年纪了。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长期跟在父兄身边的司马昭，确实啊，他过去的磨练机会是比较少。不过呢，历史的转折来得特别快嘛。新市之战之后呢，曹爽的权威越来越不稳定，虽然他的权势越来越大，但是他的权威却受到了侵蚀，所以也给了司马家有乘之机。这就是我们之前谈过非常著名的高平陵之变。但在高平陵之变当中呢，司马懿呢当然是泰然自若，准备要来处理曹爽嘛。那司马师跟司马昭呢，就是准备睡醒之后要动手。结果当晚司马师呢睡如老狗啊，安然入睡，睡得很熟很甜。司马昭彻夜辗转难眠啊。所以其实从这个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司马昭在这个时候比起他的父兄还是生嫩的很多了，稚嫩的多了。当然高平陵之变我们知道结果嘛，司马家正式夺权上位哈，最终司马懿彻底的控制了朝政啊，成为了曹魏无可置疑的权臣嘛。司马家专政时期正式来临啊。在同一年的时候，因为魏国的政变整个不稳定嘛，所以这时候南方蜀国的姜维啊，他已经有兵权，他就趁机呢就发动了一场北伐，称取城之战。就像这个取城之战可以说是高平陵之变司马家专权开始之后所面临的第一场军事挑战。我们知道姜维是自为知己者死啊，姜维认为北伐讨贼兴汉哦，可以说是诸葛亮这一生的心愿。那诸葛亮已经死了，那他等于是接替了诸葛亮的军权，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当时姜维就主张要对曹魏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这时候镇守在关中这一带是曹魏的老将郭淮，当时郭淮就从长安带领主力部队去防御鲁军。这一仗史书没有对双方的派出的兵力有多少有明确的记载啦，但是我个人认为姜维的兵力肯定不会像上一次费祎、蒋琬他们带的那么多，可能就是他在汉中这里当年诸葛亮屯田在这边所养的部队。那郭淮就是把关中地区的兵力全部集结过来。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司马昭在这一战当中以安西将军持节屯兵关中，调度诸军郭淮在衢城这边跟姜维重要的一个部将叫苟安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其实在《三国志》跟《晋书》里面都有记载，光郭淮跟苟安的部队就是姜维的部下这边发动非常激烈的战役不过就在双方作战最激烈的时候，司马昭带着他的援军就进入到前线司马昭带领他的部队将原先曹魏在这一带修建的防御工事立刻加以修补，而且马上就进行防卫上面该有的一些部署当时司马昭还做了一招很漂亮，可以说司马昭比起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有一点，他比较属于那种谋略型的比较不硬打。所以你看司马师硬打，把自己都打到没命了，对不对当时他在洛谷这个地方，就是在姜维部队的右翼派了一支疑兵佯攻这里就分散了姜维的注意力。曹魏的部队等于是从侧翼摆出一副要包围的样子这一次竟然让姜维感到非常害怕，姜维担心自己的侧翼遭到曹魏的攻击所以立刻连夜下令他的部队向后撤退姜维这一次其实指挥得很不好，一撤退，苟安的部队还在跟郭淮打还没打完结果主帅竟然向后撤退了，就导致苟安的部队撤不回去，被敌人包围了，最后苟安只好投降了这一战就以曹魏的防御战获得胜利告终。司马昭打了这一场胜仗，他回到朝廷之后，他就被转封为安东将军，持节镇守许昌。各位，镇守许昌很重要，在这个淮水这一带的屯田大本营其实就是在许昌嘛等于是把在东南前线这边最重要的兵权就可以说是交给了司马昭。其实我个人是这样看，司马昭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咖，就从这时候开始，他进驻许昌。后来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司马昭在许昌这里都非常的重要可以说调兵遣将，所以对司马昭来讲，这又是一次很重要的提升。安东将军在曹魏的官职系统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属于士安将军我们常常讲市政将军是属于重号将军所以刚才学长讲到说，他等于是一个官职上很实质的提升。
升，等于是他已经开始具备方面统帅的一个资格了。对比之前他到30几岁还在做夏侯选的副将，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也可以看到说，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高门第嘛，所以司马昭真的就是从中层开始，但是他慢慢在历练起来，等于是一步一步在训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昭的作战他的积极性比较没那么强，他比较属于这种防守反击型的作战角色。他跟他爸爸这种踏破辽东、杀人见金冠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不过整个局势是非常混乱的，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三国时代会持续这么久，其中很大原因是因为魏国的军政状况非常不稳定对，内斗不断。然后曹魏的主君们基本只有前2代是有实权，就曹丕、曹睿。那你要说曹操就是3代而已。在曹睿之后，基本整个曹魏内部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也因此就引发了所谓的淮南首叛那详细的内容在司马师的第1讲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讲过，我们就不细数。但这一场其实司马昭也有从军出征但我想他就是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随着他的父兄前去讨伐当时叛乱的王陵，督帅淮北的部队了，没有错可是他应该是没有进行所谓正面作战，因为我们知道王陵后来并没有真正的开打就投降，所以这个就是在司马懿开始辅政大臣到专权时期，整个司马昭的表现，整体来讲是有表现缓慢成长但是你说看起来是一个闪耀的星星明显是比不上他的哥哥司马师对，他哥哥比较厉害的，对那淮南首叛不久之后，司马懿就病逝了，司马师的专政时代来临了那司马师上位之后没多久马上来了一场重大作战怎么回事呢？因为呢，司马师急于建功立业，确定我司马家的执政之统，所以就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战争就是东兴之战这一场我们讲过兴市之战可以说是曹魏后期对于蜀国的一场重要的败战也就大幅的拖缓了灭蜀的建成那东兴之战其实也是属于另外一次曹魏呢对于南方的吴国的一次重大败仗也导致了三国的统一的时间也是大幅拉长。这样的东兴之战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司马昭首次作为统帅来出征像这一场司马师对弟弟有高度的众望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我们看前面，虽然司马昭在部队里面已经有一些表现，无论是对蜀汉的作战，还是后来在高平陵之变当中，但是总体来讲，他还没有担任过真正的方面统帅。虽然他这时候的官阶已经非常高了，各位，安东将军等于我们今天讲陆军上将可是对司马昭来讲，你还是必须要真正的领兵打一场大胜仗，你才能够把他拉起来。从这边我们看到一件事，司马师对这个弟弟不但没有任何的嫉妒，而且还用心培育他，给他表现的机会。对，一方面非常难得，可见司马家这时候的家风还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子家没有讲，我认为司马师的身体可能不太好了，这个时候他可能眼睛那个瘤越长越大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基于这几点，所以他很希望他的弟弟能够有一次重要的表现，打一场胜仗东兴是东吴帝国在淮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以对当时的曹魏来讲如果要稳定淮水流域的局势，就必须要把东吴彻底赶回江南嘛，这样你东战线这边才能稳定所以就发生了历史上的东兴之战。这个对整个曹魏来讲，等于是推响了一个号角各位，就是淮南作战开始进行了各位，淮南蛮重要的，如果让诸葛恪在这边获得胜利，然后就可以打洛阳，对不对？诸葛恪在这之前也没有担任过方面统帅各位，等于是2个官2代在东兴这边进行一次决战这一仗司马昭指挥的并不好，很显然部队在开动的时候到达前线的时间就不统一，这个原因有很多啦。我个人看恐怕一部分原因是曹魏里面的人还不服司马昭，所以对他的命令就没有那么样贯彻执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进攻东兴大坝的时候，就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东兴大坝坚固程度超过了司马昭的预期所以曹军死伤惨重而且当时天气炎热嘛，然后又发生了瘟疫，所以曹军很多人生病，曹魏的部队就顿兵在东兴城之下始终没有办法把东兴重要的要塞把它拿下来。但诸葛恪的援军已经快到了各位，这一次东吴可以说是精锐进出各位，诸葛恪这时候信心满满那对曹魏来讲，你东兴这边打不下来，你大概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了，哪一条路呢？就是你就要撤退了否则的话，你长期顿兵在这边，你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结果诸葛恪的援军到达东兴之后当时的诸葛恪就下令，吴军就从东兴坝堤的顶端用密集的弓箭朝曹魏的部队发动猛烈的射击，曹军死伤惨重吴军的重要将领丁奉等人就在这个时候带领他的骑兵跟步兵步骑混合兵团对曹魏发动猛烈的攻击司
马昭已经知道这个仗已经打不赢了，而且他损失太大了，史书上写说损失数万人啊，在我看恐怕伤亡很可能过半，曹军只好向后撤退啊。可是撤退他又没有安排一个非常有力的后卫啊，撤退是大学问哦，各位。对，如果你撤退撤不好，会全军覆没的。这时候果然司马昭还是欠缺统帅经验啊，结果果然曹军在后面殿后的部队都大败，司马昭自己都差一点被俘虏，最后只好带着残军撤退哦。各位，这对司马昭甚至整个司马家来讲是一次重大的挫败哦，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司马家可以说在这一仗的当中声望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司马昭很紧张嘛。后来他回到朝中之后，他还特别去问王仪，对不对？这一仗的败北到底谁该负责任？他这里讲司马是指当时王仪是担任司马这个官职啊，就王仪就说实话啊，责在元帅啊，当然是责在元帅啊。这一仗的确是没有打好，结果司马昭就很生气，对不对？就是说你想要把所有责任委罪于孤爷结果竟然就把王仪给杀掉了，你就可以知道司马昭这一次输掉之后，他的心情有多坏。其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司马昭在这一场仗役当中，他的心性部分，还有他的统帅才能部分，还没有到更高的一个程度所以还不具备接班人的稳定的特质啊。因为后来啊，事后他哥哥还是把罪怪给他吧，但事实上当然是在演戏啦，所以消去了司马昭的爵位，等于说司马昭是被贬官的意思啦。可是你看司马昭却气急败坏，就发泄在王仪的身上，把王仪给斩了所以可以看到他还是跟他的哥哥有一定程度的落差司马师藉由贬司马昭获得了众心，让整个朝廷又安顿了下来，就是说你看司马昭是无私的，虽然他专权，当时朝中很多人不改冠司马昭嘛，所以呢想把他给推给了真正在负责作战的诸葛诞，因为是三路大军，王昶从新野攻江陵，冠秋俭呢从安城去攻武昌嘛，那诸葛诞、屠遵他们是从东边寿春下邳，然后跟司马昭从许昌来会合。那为什么丢给诸葛诞？因为很简单，因为司马昭其实就是一起来打东西，那不能怪司马昭，但怪第二高职的就是怪诸葛诞那你看他跟他哥哥的反应值落差别就很大了，对吧？他在那边生气，可是司马师呢却没有懊恼，气定神闲，把戏给演好演满，还贬了一下弟弟。他也知道嘛，朝中诸臣也不敢过度的追司马昭的过失嘛。在我看，司马昭是有一点觉得对不起他哥哥啦，对，所以才会生这么大的气嘛，才会把王仪给杀掉。对，所以你看这一件事后来被房玄龄他们写禁书的时候特别把它给点出来。其实古人在写史书也很有意思就代表说司马昭做这件事当时的评价是很差的，声望是很不好的。不过呢，上天总是给很多的机会啦。到了253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不可一世的诸葛恪再一次的卷土重来他想要再更加晋级。当时司马师是第一个要立威嘛，第二个是借着东吴当时大帝孙权刚死嘛，新帝即位，政权不稳的状况要来打。那诸葛恪现在呢，换我了要在孙亮就新主之前呢建功，换他主动进攻，所以就打了又是一场巨型的战役所以紧接着在隔年253年呢，诸葛恪来了就是我们之前所提过的合肥新城之战。那这一场战役呢，司马师这次怕了不能再给司马昭当主帅，一方面威望不足刚刚削去爵位不能再输了。对，输一次可以，输2次会要命的，所以呢就把他老成持重的叔叔司马家这时候的大家长司马孚请了出来所以让司马孚来担任主帅之位那司马昭总得做点什么事吧，学长。所以这个时候呢，遥相呼应诸葛恪的合肥新城之战的呢是姜维，姜维发动了他生涯的第6次的北伐那司马昭这个时候就受命转任为征西将军来镇守西方，来打姜维这个老对头。你会发现姜维跟司马昭多有交手对阵好几次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曹魏这时候心里也有数啦，就是之前诸葛亮每一次的北伐，他要求东吴能够配合嘛，但东吴其实也是做样子打一打了。那这一次等于是东吴唱主角戏了，对不对？诸葛恪在东兴战役获得胜利的时候，信心满满。那对诸葛恪来讲，他这一生很喜欢模仿或者说很崇拜他的二叔诸葛亮诸葛恪这时候可以说目空一切攻守易位，进攻过去让孙权多次饮恨的合肥的新城。那这一场战役不能再输啦，淮南这边再输就麻烦了所以司马师非常的谨慎，带着他的叔叔司马孚。这一仗看起来应该还是司马师规划怎么打但是真正领军的是声望比较够的司马孚这时候曹魏这一次也可以说是精锐尽出了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这一集的主角司马昭在干嘛？他哥哥还是给他一次将功折罪的机会，对不对曹魏心里很清楚啦，姜维就是做样子虽说是做样子，但是姜维是老江湖如果要是输掉的话，那司马昭可能就到此结束，甚至整个司马家的大业可能就到此结束了就在254年的时候，姜维出陇西司马昭当时就担任征西将军等于西部军区司令，带领他的大军驻扎长安。不过这一次果然就像曹魏司马师
师的预计差不多哈，姜维的部队只是摆出阵势来，好像要打一样哦，但是他并没有怎么打哦。另外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诸葛亮前几次的北伐，再加上姜维的北伐，当时驻守在陇西到关中这一带的羌族啊，大部分都是臣服于蜀汉，配合蜀汉发动攻击的啊。这一次姜维撤退之后，司马昭还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把叛乱的羌族的部落哈发动军事扫荡啊，做了一次很严厉的整肃，杀掉了不少，另外还把很多人俘虏回长安哦，所以他等于是在西线这边获得一次小小的胜利啦。这一仗结束之后，他的哥哥啊就把他之前削去的爵位京城乡侯再把他封回来哦，等于是他哥给他一次表现的机会。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哥哥真的很急的要培养他了，对，一定要给他表现的机会，绝对不能让他的声望就这样下去了啊。所以对司马昭来讲啊，这一次小小的胜利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个转捩点啊。他从一个败战将军又变成胜利将军嘛，从此之后司马昭的重要性又重新恢复了。是哦，这一次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大胜利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合肥新城这边，诸葛恪吃了一个重大败战嘛，回去过没多久就被另外一位辅政大臣孙峻给推翻了，还被一灭三族哦，所以东吴就陷入了一个超长时间的内部动荡时期啊。那司马家反而在这个时候获得一个很大的喘息空间。那另外呢，东线的主将是司马孚嘛，所以这里还是可以再次看出我前面所讲司马家君臣合作的状况啊，族侄之间呢配合无间，兄弟之间呢搭档，那两线作战都获得壮大胜利，当然司马师的威望就再度的往上升，而司马昭一定程度的解决掉本来一直在魏国西线这边的大隐忧了哈。其实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司马昭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生，他是属于努力型的学生啊，但是慢慢的努力哈，就是说他得心应手的事情，比如说在西线跟蜀国作战，他就没输过，基本上曹爽大战的时候，他也是少数能保存实力的人。再来跟姜维的2次作战也都是占据着上风啊，虽然主动性不强，但是在防守反击的方面，还有在政治判断上面也在上升嘛。他也趁机就把羌族给做扫荡，让西线这边更加的安定，给司马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来巩固自己的内部。可是呢，我们讲了，整个曹魏到后期就是非常的动荡啊，但就是在这个镇定的窗口呢，终于让司马家腾出手来啊，处理内部的混乱啊。我们知道啊，曹芳作为曹睿的接班人啊，虽然他真的是一个无所建树的君主，也没有什么企图心的，但整体来讲，他的威望是还可以的，毕竟他是曹睿的接班人，所以把曹芳给废掉，镇压内部涌巢的暗流啊，就成为司马师在政治内部整肃上非常重要。我终于打了胜仗嘛，那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非常有名的废曹芳立曹髦的政变啊。其实它是一场政变，只是历史上并没有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名字啊。对，那这一场我们当时也提过嘛，参与政变的主要就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契，那联合呢邓北将军徐彧，还有夏侯玄。夏侯玄这时候还在啊，没被干掉。最后有声望的就是他了。对，等于把夏侯家最后的忠臣势力做一个扫荡。那详细我们在司马师的第2讲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司马昭是做什么呢？司马昭啊，史书记载的很简略啊，但是他确实有参与这个废立的过程。对，所以呢，因此又从新城乡侯晋升一级啊。那另外10邑还增加为2000户啊，所以可以看到，司马昭接班的态势又更加一步的巩固了。很清楚了，基本上在曹芳被废、曹髦即位之后，基本上司马兄弟的布局已经完全完成。那司马家的危机也已经过去了啦，因为司马昭又重新获得胜利嘛，对不对啊？司马师来讲的话，在东线这边又击溃了诸葛恪的北伐，其实这蛮重要的。各位你可以试想，如果东西2线司马兄弟都输掉，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可能曹魏会亡国的哦。结果事实证明，司马家还是通过了这一次严厉的考验。基本上有人说他们是复制了他父亲，因为曹芳虽然说是曹睿的养子，因为曹睿没有孩子嘛，但是再怎么说他在宗法上面他是嫡子啊。对，他是曹睿亲封的太子，对，有法统上的合理性。而且他也是得到当时曹睿的太太郭皇后的认可，可以这样讲。所以曹芳的即位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曹家的法统的，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是这一次司马家的兄弟司马师、司马昭废掉了曹芳，立了曹髦，可以说把整个曹魏他们家整个皇位继承的法统可以说完全打乱。这也可以算是司马家篡位的准备啊，各位，就是嫡系这一系已经被我们拔掉了，后面都是非嫡系的，也就是说整个曹魏他们的正当性就下降了嘛。他依靠的是司马家的勇力，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对司马家来讲，篡位的时间已经逼近了啊，我们可以这样说。是的，但历史的转折总是特多的啦。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大概没想到说，我们把曹髦立起来，等于说曹魏的天下是我司马家所巩固建立的。那过去从
曹操、曹丕、曹睿到曹芳这个法统，已经基本被司马家彻底给侵夺了嘛。曹毛照正常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当皇帝，他完全是血统很远的，他血统非常远。因为曹毛甚至不是曹丕的后代啊，曹毛是曹操的曾孙子啊，所以是差了非常的远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可以看到下一步那肯定司马师要上位当皇帝了嘛。但没有想到哈，历史的转折点又来了，仅仅在隔1年哦，废曹毛这事情，难道曹魏举国上下大魏皆无忠臣吗？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你清除了曹内的夏侯家的势力，李丰、张契这一些内廷的忠臣，那将领们还是有跳出来的。谁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谈过淮南2叛，又称为寿春叛乱哦。这一仗呢，我们知道由文钦跟冠秋俭所发动哦。冠秋俭、文钦都是战力很强的猛将，过程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司马师领兵亲征哦。那这里面司马师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布局哦。这个时候考验司马昭的政治智慧的时候又来临了。哥哥带兵出去前线打仗了，你镇守后方真的是安然无事。如果他只是个太平公子哥啊，也许历史又要改写了。学长，我们前面有讲过嘛，这一仗虽然说他们还是击溃了叛军，收复了寿春啊，但司马师也在这一战当中身受重伤而死。那司马师死掉其实是蛮突然，大家没有想到他马上就死掉，所以这一死对司马家来讲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啊，是啊。这时候对镇守在许昌的司马昭来讲就是一个重大的选择啊，你到底是要到前线去迎接你哥哥的兵权，还是要赶快从许昌这边率你的部队啊进入到洛阳，掌握住整个洛阳的状况？许昌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大本营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对司马昭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对司马昭来说哈，最正确的选择当然是赶快掌握洛阳，因为司马师虽然死掉了，但是叛乱已经平定啦，前线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司马师的参与这一场战役的节部下，其实也都还忠心耿耿护卫着司马师啊。各位，我们今天讲起来很轻松，但是我们要记住，古代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传递的方式，这就完全考验司马昭的政治智慧。司马昭这个时候就不顾曹毛的命令，曹毛当时的命令是叫他到前线去接替他的哥哥，把大军带回去，而他二话不说带着他的部队立刻就回到了洛阳，控制了当时的洛阳的朝廷把当时整个局面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之下。我们知道不久之后，曹毛的皇位也就结束了嘛我们可以说司马昭在司马师死了之后，进入到洛阳，掌控朝政，这等于是宣告司马昭时代的正式来临各位要记住一件事前面我们讲到还是一个小昭昭，对不对？这时候他的反应跟判断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那司马昭的时代就到来了。那司马昭进入洛阳，也可以说宣告曹魏政权就已经开始倒数计时了我们可以这样讲。这里很关键，曹毛虽然是司马家所立的新皇帝但是呢，曹毛本身他是有恢复曹魏为己任史书记载，曹毛跟武帝很像，有魏武之风就是曹操所以他其实当时的想法是把司马昭调离许昌，不要让他接近洛阳，他趁机来巩固自己的皇帝位，有没有这个机会呢？结果没想到司马昭来得如此之快回马枪，所以不久就晋升司马昭呢为大将军那这大将军之后一拿到，等同接下了哥哥的衣钵嘛。司马懿以大将军专权，司马师、司马昭都是大将军自此呢，司马家的权位再次呢巩固，整个朝廷又还是留在司马家的手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司马昭他是240年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当时负责的仅仅是他老爸交代他的典农中郎将去管屯田在经历了层层浮虎又跟夏侯玄、曹爽出去打蜀国，还吃败仗，又一下被贬了，努力了10几年，也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对，所以经困，这叫小昭昭养成记。这时候小昭昭摇身一变，已经变成了我们所看到那个奸诈狡猾的司马昭了嘛。其实也可以看到司马昭这个人的个性很明显跟他的爸爸哥哥不一样你看他养成过程，我们后面接下来会讲司马昭的专政时期你就会看到司马昭的个性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过要比阴狠毒辣，他哥哥是最凶狠的，他爸爸呢是最凶猛的，最厉害。但是呢，司马昭不太一样，但他一步一步爬上来，其实也让整个司马家的权位确实是相当稳固的，因为无可置疑嘛他是一步一脚印着上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啦，首先做个结论吧就是说司马懿的双保险布局成功如果没有这个布局的话，大概司马家要丢天下。另外我们可以这么讲了，司马家的专政确实是司马昭呢一步一步成长到可以接位着实是不容易学长。我们看司马昭能够成长到最后接下他哥哥的班，掌握洛阳的朝政，其实是不容易的不但在军事
事上要历经困难。其实司马昭的对手也都蛮强的哦，各位，诸葛恪天才儿童，对不对？姜维是诸葛亮点名接班的军事统帅，是不是啊？这两个其实都不弱啊。那对他来说，当然也有历经失败，像东兴大败，是不是啊？但是对司马家来讲还好啦，因为他们家基础稳固嘛。那这一次的失败，只要在后面能够赢回来，其实也就差不多。这边我们就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司马懿当初掌握朝政的时候，有没有想要篡夺曹魏？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想这件事哦。另外就是司马昭，当然他应该也看得出来，他的父亲双保险嘛，培养他们两兄弟。那对司马昭来说，他哥哥的去世是有点突然的。那司马昭展现了很高的政治的 sense 啊，立刻也掌握了朝廷，可以说处置的相当好。到这边为止，司马家篡夺的这样的一个列车，可以说已经完全开动了，现在只等一个最好的机会啊。对司马昭来说，当然司马昭的声望还要再持续成长了，因为他之前是活在他哥哥跟他父亲的巨人之下，这时候他独当一面，他还需要再获得一些胜利，累积他在政治跟军事上的声望。好 ，OK。我想啊，关于司马昭的故事呢，才刚刚要开始啊。那以前当然很少人有从司马昭的视角去检视一下司马昭到底是怎么养成的。究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个臭名又是怎么来的呢？有待继续来发展司马昭的故事。司马昭掌政10年哦，加起来的时间比他哥哥跟他爸爸差不多哦，所以曹魏才40几年嘛。对，所以整个曹魏的后期啊，就看司马昭怎么来表现了啊。最终晋朝能够统一天下，事实上先一步司马昭已经把蜀国给拔掉了，那又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司马昭精彩的故事啦。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历史讲的大案事件线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是加入我们的会员，可以让我们做得更好啊。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是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粮草，让我们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今天谢谢暴病录制的王立本老师哦，因为老师食物中毒啊。对啊，昨天食物中毒，所以今天其实身体还不太舒服。如果讲不清楚的话，各位多包涵。是，我们老师辛苦了，然后早点养父了。好，那我们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